我重生后变成了一朵蘑菇，而且还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那种。最惨的是，我重生到了一群蜗牛旁边，听着它们咯吱咯吱的磨牙声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吞入口中，而我只能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突然，系统公告弹出：恭喜您来到勇者大陆。为了防止您的脑子不够用，我将直接使用数据形式把信息传输到您的脑中。下一秒，一股能量瞬间涌入我的身体。原来这是一个魔法世界，从前这里的人类与魔物一直都是和平共处，直到一个名为布鲁的魔王出现，打破了这个平衡。后来，在6位最强勇者的联手下，成功封印了布鲁大魔王。但由于布鲁的魔力过于强大，所以勇者们将其拆解，并分别封印在6个不同的地方。从此，人类和魔物开始决裂，并且大魔王的手下正在重新集结力量，想要解除封印，复活大魔王。而我就是那个被选中前来阻止大魔王复活的人。不对，是蘑菇。我满脸怒气地问道：是不是我成功阻止大魔王复活，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？系统随即回复：对的。我对你个头啊！我直接跳起孤身疯狂骂街，不料身下一滑，竟直接摔倒在地。我企图控制身体站起来，可我发现根本就无济于事。于是3秒后，我便放弃了这个想法，直接开摆躺平。谁知正当我躺得舒服，系统竟直接弹出任务：存活1小时，奖励4只和硬化。只见身旁的蜗牛开始四处躲藏，下一秒，面前的传送门竟开始泛起亮光。突然，一群熊孩子从门中冲了出来。卧槽！我直接爆发小宇宙，快速起身跳到大树后面躲藏起来。只见其中一名熊孩子直接手抄木棍就把蜗牛打飞出去。绿壳蜗牛见状赶紧挪动身躯逃跑，但还是被熊孩子单手拿起。蜗牛转身一看，抓住他的竟是一个温柔的小姑娘。就在他庆幸自己安全的时候，下一秒小姑娘竟直接揪着他的脖子，硬生生把他从壳里拔了出来。看着熊孩子们对蜗牛施加的暴行，我不禁感叹，还好自己聪明躲了起来。突然，一只蜗牛跌地脚踩滑板凭空出现，直接就撞向正在屠杀蜗牛的熊孩子。下一秒，熊孩子当场去世。紧接着，在蜗牛跌地的连续撞击下，更多的熊孩子都被送走，但他的滑板也在多次进攻下磨损断裂。突然，一名4级的熊孩子手持大宝剑就朝着蜗牛袭来，而蜗牛跌地也不惯着他，直接选择正面硬刚。只见蜗牛跌地张开大嘴就向熊孩子的臭脚丫咬去，不料竟无法咬穿他的靴子，反而被一脚踹飞出去。看着蜗牛跌地为了保护家人，即使自己伤痕累累也不放弃的意志，我直接忍不住大喊：蜗牛跌地，你是我的神！不料下一秒，蜗牛跌地就倒在了熊孩子的剑下，身体也被熊孩子从壳内拔出，而熊孩子却高举蜗牛跌地的壳，欢快地朝着远方跑去。看着这么残忍的一幕，我不禁陷入一阵沉思：我真的可以在这里活下去吗？可就在下一秒，遮挡我身躯的草丛就被熊孩子双手扒开，当场我就被吓得大小便失禁。难道我就要被干掉了吗？谁知那2个熊孩子见到我竟也是大惊失色，随后就迅速朝远方跑去。我一脸懵逼，为什么他们在害怕我？随即系统提示让我查看自身面板，我打开面板一看，原来我是5级魔物。对于那些熊孩子们来说，我就是死神一般的存在。随后我还看到，我还有初始技能鉴定和蘑菇顶顶。鉴定可以看到敌人的等级，蘑菇顶顶是个攻击技能，而且可以无限释放。我歪嘴一笑，这不妥妥称霸新手村了吗？然后我就控制身体朝着熊孩子们的方向跳去，结果还没跳多远，就碰到一群熊孩子在虐待蜗牛。想起蜗牛跌地的惨死，我瞬间暴怒，直接使用蘑菇顶顶朝着熊孩子们撞去。随着一声爆炸，熊孩子们直接被抬走，化作了我的升级经验。而另一个牛头孩子还一脸懵逼，我直接转身朝着他温柔一笑：熊孩子们，准备承受本大爷的怒火吧。只见牛头孩子见到我后转身就跑，还顺着藤条爬到了空中台阶上，但这样可难不倒本大爷。我直接纵身一跳，可由于高度太高，导致我无法碰到牛头孩子。随后我就准备转身离开，反正还有大把熊孩子等着我虐。谁知我还没跳2步，就有一枚石头砸中了我的头。哪个王八羔子砸的？你给我出来！我他妈锤死你！想不到这群孩子还知道拉仇恨，竟然组队来攻击我。不过本大爷可不是一般的魔物，直接使用技能蘑菇顶顶朝着熊孩子撞去，没想到竟然被胖孩子使用木盾挡住，还反手被熊孩子们的石块攻击搞得遍体鳞伤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技能冷却突然好了，我再次发动攻击，可还是被胖孩子用木盾挡下，紧接着还被黄毛砍了一刀。果然弱者组队可以击败高级 BOSS。熊孩子们见我受伤，竟开始向我发起群殴。这次我索性原地装死，等他们放松警惕聚到一起，我直接一套4滑连招带走众人。随后系统提示等级升级，紧接着我浑身散发白光，终于我成功升到6级，而且伤势痛感也全部消失不见。我不禁感叹无敌是多么寂寞。突然一道神雷向我劈来，卧槽，这天清气朗的搞什么呀？只见远方有3个人朝我缓缓走来，我打开系统一看，18级的冰雷法师，17级的弓箭手，还有12级的战士。我特么，这还玩毛线啊？只见那法师直接朝我释放魔法攻击，我原地一缩躲过攻击，但是没完全躲过。看着我秃掉的头顶，我不理解为什么新手村会有高级勇者呀？眼瞅着他们造成的伤害，这根本就没有战胜他们的可能。
随即我就使用蘑菇顶顶朝着远方跳去，谁知战士竟释放技能，在我面前凭空升起一道墙体，成功堵死了我的去路。随后胸肌发达的射手抬弓蓄力朝我发射，瞬间我的身体就被贯穿，这下真的玩完了吗？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，突然系统提示我还有一个复活币可以使用，我直接使用复活，下一秒我的身体不仅瞬间痊愈，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新技能孢子喷发。就在复活的瞬间，我迅速释放孢子遮挡敌人视线，然后趁机逃跑。逃亡途中，我查询系统任务得知，只要再坚持3分钟，就可以获得奖励硬化或4肢，到时我的生存能力可以大大提升。不料下一秒我就被一道闪电劈中，而且在我的头顶还出现了一个锁定图标，原来是那个胸肌发达的猎手搞的鬼，他的剑可以追踪定位到猎物的位置，紧接着与他同行的战士就挥刀向我砍来。我超，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，我被直接轰到了树桩上，随后又是2道魔法连斩向我攻来，我的身体再次破损，但我绝不放弃，再次喷发孢子企图逃跑，可同样的招式对于猎手来说却不管用了。只见猎手蓄力拉弓，瞬间一把剑就从我的头顶穿到了屁股，随即系统提示我已经进入濒死状态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竟出现了一个巨型魔法阵，同时我也成功完成任务。下一秒，魔法阵中竟掉出无数和我一模一样的蘑菇，莫非这是我异父异母的孪生兄弟们吗？随后追杀我的魔法师就大喊撤退，可那战士不听劝告，执意上前送死，还说这是送上门的经验包。然后他就使用战斧暴风技能疯狂猎杀我的孪生兄弟们，可其他2人却是扭头就跑，还说死了可别怪他们。只见战士一脸不屑地说道：“有经验不刷真是蠢货。”不料他话还没说完，魔法阵中就出现了一个60级的巨型蘑菇王，直接一屁股就把战士的粑粑都压了出来。本以为我终于找到组织可以获救了，可不料蘑菇王竟指挥小蘑菇们向着远方跳走，而我却被完全无视。喂，我也是蘑菇啊！就在我昏迷之际，我仿佛看到有一只猪朝我缓缓走来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就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洞之中，而且这里到处都是我同类的尸体碎片。然后我环顾四周，发现火堆旁竟有一头野猪，好像在啃食什么东西。突然野猪猛一回头，差点把我的另一个腰子也吓出来。我本想趁它吃得尽兴赶紧开溜，可我低头一看，却发现我的下半身早已被它吃掉。下一秒野猪竟朝我缓缓走来，看来只能先装死了。谁知它竟朝我吐了一口不明物质，原来那是3花淡奶和蘑菇碎片的混合物。瞬间我就感觉我的伤势正在慢慢恢复，难道这就是科技与狠活的力量吗？随后他用猪鼻子拱了我一下，见我没反应，竟直接趴在我旁边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趁着野猪没醒赶紧逃跑，而此时的野猪发现我消失不见后，开始四处寻找。就在我庆幸即将逃出升天时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感。我扭头一看，没想到那头猪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我直接喷洒孢子遮挡它的视线，不料它竟然用猪鼻子把我喷发的孢子全部吸了个干净，还摆出一脸享受的模样。有没有搞错呀？眼看着野猪马上就要追上我了，我直接喊出系统，开始兑换先前做任务获得的奖励。下一秒，系统弹出选项，选择硬化还是4肢。但是现在为了快速逃跑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4肢。随即我眼冒金光开始进化，本以为我会进化成长腿欧巴，然后健步如飞甩掉野猪，可事实却是长出了4个凸起。系统，我敲你们，就这也配叫4肢？这他妈还没我跳得快啊！随后小猪纵身一跳，直接揪住了我的菇头，把我按倒在地。紧接着他竟伸出猪舌舔了我一下，完了，这下彻底逃不出猪掌了。突然小猪面色凝重地看向远方，然后就开始原地打转。下一秒山洞发生剧烈震动，各种碎石开始掉落，而那头小猪竟丢下我独自逃跑。我赶紧朝他大喊：“呆子，别丢下我呀！”不料他竟真的能听懂我说的话，一个急刹转身朝我奔来，随后用鼻子把我顶到他的背上。就这样我成了骑猪勇士，在小猪的灵活走位下，我们成功逃出山洞。结果刚一出来，就有一群黑猪把我们团团围住，但是为首的红毛猪好像认识我胯下的小猪，只是深情地看了一眼小猪便放我们离开了。看来小猪的身份肯定不一般。随后他背着我走进了大草原之中，我通过查询系统得知，现在我们处于距离新手村200公里的月牙湾。就在我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升级进化时，突然从天而降一条红色触手，还好小猪身手敏捷躲了过去。下一秒那条触手缓缓收起，随即草原上就冒出一只癞蛤蟆。卧槽，好大！见状我们立马摆出战斗姿态，谁知癞蛤蟆一个吐舌攻击就把我轻松逮捕。看来3花淡奶不能多吃啊，吃多变弱倒沫子了。下一秒癞蛤蟆就想收回舌头把我吞入口中，我刚准备释放孢子喷雾，不料小猪竟直接野蛮冲撞把癞蛤蟆撞飞出去，我也因此成功获救。我立马准备骑猪逃跑，突然一阵刀光剑影袭来，只见那癞蛤蟆竟瞬间被分成3段，原来是拔刀螳螂干的。下一秒他竟转身面对我们，还摆出一副要拔刀攻击的姿势。我赶忙提醒猪猪小心一点，这要是挨上一击必死无疑。突然天空中落下一块巨石，瞬间就把螳螂压扁。我特么你们哥这套娃呢，给我个痛快吧！不料下一秒那巨石竟张开了眼睛，随即我用系统查到那是岩石蘑菇，同样是蘑菇，为什么它这么强啊？
为了活命，我和小猪逃到了一个蘑菇树下。可刚到这里，我就被美丽的风景深深吸引。突然系统弹出，说到这个世界和我之前的世界一样，都有相应的食物链。那我身为蘑菇，岂不是最底端的存在？不行，我要快速变强，然后回到原来的世界。随后我立马接取了系统中的困难任务，不料却是要打败这个世界的4大宝之一。就当我刚才放了个屁，于是我赶忙换到了简单任务，这次是收集10株草药。随即我就冲向草原开始寻找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我就找齐草药准备兑换奖励。可下一秒，我手中的草药竟被小猪抢走，瞬间就化作了它的食物。特么，今晚加餐烤乳猪！我一记重拳挥向小猪，不料却被它反弹出去，还被当作皮球在空中顶来顶去。无奈我只能去收集其他材料。终于在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后，我成功升到了9级。而此时的小猪已经吃饱喝足睡着了。我趁机打开储物空间准备吸收经验，不料我刚拿起苹果就被小猪发现，而且还装得满脸委屈。我只好丢给他一个苹果，让他别打扰我。随即我开始疯狂吸收经验，可下一秒我的牙就被一块石头给崩掉了。我立马询问系统矿石我该怎么吸收，谁知那破系统竟让我自己想办法。突然我灵光一闪，先前那只岩石蘑菇就是干掉螳螂怪之后用屁股给它吸收了。虽然蘑菇从根部开始吸收是十分合情合理的，但难道我也要用这里吗？随后我颤颤巍巍地把鱼放到我屁股下面，下一秒鱼竟被我吸得只剩骨头。卧槽，这也行！然后我就使用屁股将其他材料全部吸收，成功完成任务。没想到我竟然会从后面进食，这感觉实在奇妙。不过我也终于完成了进化，还获得了一个分解者技能，可以用屁股分解吸收大自然中的一切物质。那我要是不小心坐到粑粑上面，岂不是回炉重造了？我重生后变成了一朵蘑菇，还获得了屁股分解万物技能。从此我吃饭不再用嘴，而是直接放在胯下分解吸收。这天我和小猪外出寻找猎物，突然发现一个绿色史莱姆，我直接就是一个大逼兜，瞬间把它撞得找不着北。然后我就准备用屁股将它分解，想想那柔软的触感，内心不禁有一点小期待。不料下一秒小猪竟直接将它撞碎，我当场石化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柔软的猎物，我就想对我的屁股好一点，有那么难吗？突然系统提示经验提升，难道小猪击杀的怪物我也可以获得经验吗？这时小猪从口中吐出一块石头，我捡起一看，原来是组队石，难怪我可以提升经验。只见小猪满脸委屈，无奈我只好答应他今天多给他找点吃的。随后我骑着小猪四处给我的屁股寻找猎物，突然一根树枝朝我袭来，我们快速躲避攻击，同时摆出战斗姿势。只见对方竟是一个树墩子，但是等级比我们高出许多。随后我们直接使用合击绝技孤注一掷撞向树墩，结果下一秒我们就被反弹击飞。看着树墩毫发无伤，而小猪却是一副死猪样子，我就知道硬拼绝对不行。然后我灵机一动，瞬间释放孢子遮挡树墩视线，然后拉起死猪就躲了起来。而树墩丢失攻击目标后，开始静止不动。不料下一秒猪队友苏醒，闻到了我的孢子味后，竟当场发疯。为了计划顺利实施，我只能暂时贡献出我的菇头给那蠢猪。终于3分钟后，树墩开始被我的孢子寄生，趁你病要你命，我们直接重拳出击撞向树墩。下一秒树墩被我们当场抬走，而我和小猪也同时升级。看着树墩粗糙凸起的表面，我就知道我的屁股又要遭罪了。随后我咬牙跳上树墩，开始大力吸收。不料系统突然提示，由于怪物等级过高，要持续吸收8个小时方可成功，一旦开始无法中断。卧槽，你不早说！完了，这下我屁股彻底裂开了。下一秒撕裂的感觉直击我的天灵盖。终于在8小时后，我成功分解树桩。突然系统弹出，恭喜您分解成功，另外您还获得伪装和木质化技能。看来这屁股就是我在这个世界行走的最大依靠。夜晚，趁着小猪睡着，我打开系统询问还要多久才能转职，不料系统说到只能进化不能转职。随即怨众系统竟然向我讨要200金币，然后才告诉我进化方向。特么，你觉得我有钱吗？没想到怨种系统竟然很人性化的给我介绍了一个进化路线。不过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，我还是走自己的路吧。我可是要成为蘑菇王的蘑菇。第二天我就带领小猪给我的屁股寻找食物。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拔刀螳螂，我直接使用木质化强化菇头，瞬间就朝着螳螂撞去。高手过招往往只在一瞬间，但是我已经强化过菇头，他的刀不可能伤我。不料我话还没说完就被光速打脸，我赶紧叫来小猪商量对策。虽然螳螂速度快，但他的眼睛却转不过来。随后小猪从正面吸引螳螂攻击，而我使用伪装技能躲在后方，趁他不注意，我直接一个偷袭朝他撞去，瞬间就将螳螂抬走。下一秒我和小猪成功升级，果然靠脑子才是最厉害的。来吧，趁热打铁，还有什么任务全都放马过来吧。随即系统发布终极任务，前往蘑菇领地。现在终极任务都这么水了吗？不就走个路吗？又不打怪能有多难？然后我打开地图查看位置，卧槽，400公里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不是纯纯欺负我腿短吗？不料那个狗系统提出可以支付200金币更换任务，特么，不就是400公里吗？我有猪猪在，就算是800公里我也不怕。随后我在猪猪面前挂了一个苹果，开始骑猪上路，但才走了一会我们就累趴下了。完蛋了，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？突然系统弹出，可以支付200金币更换任务，我不理解，为什么非要一个蘑菇氪金呢？突然远处的一声爆炸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只见浓烟散去后，一个光头和一个斗篷法师露了出来。卧槽，不是吧？
那个斗篷法师不会从新手村追杀我到这里来了吧？下一秒，光头和斗篷法师朝我缓缓靠近，没想到小猪竟一猪当先挡在我面前。我赶紧小声说道：“猪猪，快回来，会没命的！”不料那个斗篷法师竟一脚踢向小猪，看着小猪被踢飞后伤痕累累的模样，我瞬间脑子一片空白。而那两个人却直接面无表情地从我面前走过，仿佛根本不拿我当回事。随后，光头满脸兴奋地扒开树丛，看着中间的蛋，然后拿起鸟蛋，激动地说：“终于找到烈焰鸟蛋了！”而这一切在我的视角中却极为恐怖，我根本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随后，我赶紧散发孢子喷雾，瞬间挡住他俩视线，然后趁机逃跑。不过这一举动好像勾起了斗篷法师的回忆。下一秒醒来的小猪竟愤怒地朝着光头撞去。就在距离光头0.01公分的时候，光头直接瞬移闪开，结果导致小猪一头撞到了石头上，随后晕倒掉到了烈焰鸟蛋上。气死我了！你这笨猪本来可以跑掉的，为什么要回去送死啊？谁知一旁的石头竟突然动了起来，应该是小猪刚才的撞击无意触发了某个机关。只见那些树像大风车一样开始旋转，我赶紧跳到小猪身旁，不料下一秒竟发生树传树现象，所有的树全部开始发生旋转，这下糟了！而那法师二人也开始施法自保。突然石头击中一只兔子，随即大树开始收缩挤压，然后兔子当场死亡，化作了大树的养分，而吸收完养分的大树也开始回归平静。紧接着我就感觉有两股杀气正朝我缓缓靠近，只见满头大包的光头和斗篷法师开始蓄力，随即嘶吼道要把我的屁股缝上。这时天空忽然传来一声鸟叫，瞬间就吸引了二人的注意。紧接着一只巨鸟从空中急速冲下，随后地面发生剧烈爆炸。难道是鸟妈妈回来了？只见鸟妈一个冲刺就把斗篷法师吞入口中，而那个光头见状迅速打开强化药剂，然后就大口喝了下去。下一秒，鸟妈急速朝光头冲去，不料卑鄙的光头竟用鸟蛋挡在自己身前。鸟妈见此情景，只能赶忙刹车，但冲击带来的强大气流还是把光头的衣服全部轰飞，只剩一个花内裤裸露在外。随即光头一脸奸笑地说道：“给我乖乖听话，不然我立马就把鸟蛋敲碎。”鸟妈无奈只能暂时屈服。紧接着光头高举法棒施展雷电术，下一秒一道闪电就击中鸟妈，然后鸟妈就全身麻痹地瘫倒在地。然而光头却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只见他掏出一瓶绿色毒药，然后将毒液转化为冰刺，随后猛地朝鸟妈射去。终于鸟妈在一声痛苦的呻吟声后彻底倒在了光头面前。紧接着光头高举魔法棒就要给鸟妈最后一击，同时还大声嚷自己要当主角了。特么，给你脸了！你当主角了，老子算啥？我直接一个大逼斗撞向光头，鸟蛋也顺势脱手飞出。就在要落地的瞬间，我一个飞扑将鸟蛋救下，而此时的鸟妈也再无顾忌，直接一巴掌就将光头扇飞出去。然而那个光头见形势不对劲，掏出传送卷轴想要逃跑，但鸟妈并没有给他逃跑的机会，直接就施法在光头屁股地下生出一个魔法阵，随即一股炽热的能量将他团团包裹。3秒过后，光头就化成了渣渣。解决完光头之后，鸟妈竟朝我缓缓走来，那股强大的威压瞬间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不料下一秒蛋壳竟然破碎，随即一只幼鸟从壳内探了出来，然后它跳出鸟蛋，竟转头看向了我，还走到我身旁，满脸幸福的叫我爸爸。鸟妈见状还想上前阻止，不料竟被小鸟一脚踹飞。什么情况？不会是他刚出生的第一眼看到谁就把谁当做他的爸爸吧？不要啊，我还是一个单身男蘑菇啊，这叫我以后怎么去找女蘑菇谈恋爱啊？然而就在我疑惑不解时，烈焰鸟的亲生母亲就前来阻止这场错误的父子相认，不料却被这个大孝子一脚踢飞。与此同时，另外2只幼鸟竟把猪猪当成了他们的妈妈，然后鸟妈看着我们其乐融融的样子，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但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我决定把真相告诉这3个大孝子。于是在我的一番解释下，他们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。就在我以为鸟妈肯定会报恩，然后帮我完成任务时，可她却是直接转身离开了。卧槽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不料鸟妈竟猛地一回头，差点把我的孤胆吓破。谁知下一秒她竟身躯一震，然后就倒了下去。看来是之前的毒药在体内还没完全清除，我只好喂给她我的独家秘制解药。3分钟后，鸟妈的身体就开始逐渐好转。在得知我要去蘑菇领地后，鸟妈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蘑菇领地十分排斥异类，不管是人类还是魔物，一旦靠近领地都会被攻击。不过看在我帮她2次的份上，她还是愿意送我一程。”我顿时欣喜若狂，然后就开始着手调配药物给鸟妈补充能量。我直接跳上台阶，然后把屁股放到药水里面开始吸收。3秒钟后，秘制解药便从我的口中喷出。就当我把药水拿给鸟妈时，她却满脸愤怒：“为什么呀？是我的药水不好喝吗？”第二天，本以为是坐在鸟妈背上展翅翱翔，没想到却是2只爪子揪着我和猪猪。这时鸟妈说道：“已经进入了蘑菇领地范围，注意安全。”不料下一秒就有2道毒液向我们攻来，只见鸟妈一口老火便蒸发了毒液。随后我低头看去，下面竟有成群的蘑菇，为首还是一名44级的蘑菇法师。只见他口念咒语，然后点向普通蘑菇，然后那个普通蘑菇竟变成了一个炸弹菇。紧接着他就跳到了炮台蘑菇的炮口里面，随着炮台蘑菇的一个喷嚏打出，炸弹菇就像子弹一样向我们冲来。特么，我是友军啊！紧接着他就拉开保险栓，开启了自爆模式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我和猪猪就被巨大的冲击力从空中击落，没想到下落途中竟意外摔到了彩虹上面，然后我们开始急速向下滑行。
3秒钟后，我俩安全落地，随即脸上也露出了智慧的神情。不料下一秒，旁边的石头居然动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有数朵岩石蘑菇将我们团团围住。就在他们看到猪猪时，竟瞬间暴怒，而这蠢猪居然还想要反抗，我直接揪着它猪尾巴就跑，但奈何他们数量实在太多，没一会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。看来是这蘑菇领地十分排斥异类的原因，没办法，我只能释放孢子喷雾遮挡他们视线，然后就开始对猪猪进行改造。只见烟雾散去后，猪猪蘑菇闪亮登场，但下一秒猪猪身上的蘑菇竟然掉下来一个，这瞬间就引起了岩石蘑菇们的怀疑。我赶忙解释说，只是最近换季有点掉菇，还好这些岩石菇智力低下，并没有为难我们。看来我的伪装技术很是成功啊！这时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冷笑，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挎双刀的蘑菇大叔正背靠大树。我随即打开系统查看，不料却没有显示他的信息。卧槽，这蘑菇大叔肯定不简单！我赶快解释都是自己菇，别动手。可下一秒他的斗笠就瞬间朝我袭来，然后他快速从我和猪猪身边划过，那动作快如闪电，根本没有反应时间。但我似乎并没有受到伤害，于是我再次解释我们没有恶意。不料下一秒我竟直接裂开，紧接着意识也随着身体倒地而消失不见。猪猪见状瞬间暴怒，然后就疯狂地朝蘑菇大叔撞去，可大叔仅用刀柄一击，就使猪猪失去意识倒地不起。就在大叔要举刀杀猪的瞬间，突然一阵号角声响起，紧接着成千上万的岩石菇仿佛受到召唤，一起朝着声音的源头跳去，而蘑菇大叔也是直接跳走，只剩下裂开的我和猪猪留在原地。不料下一秒我的身体竟开始相互吸引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融合。什么情况？刚才我不是挂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复活了？数百万朵蘑菇与人类大战的场面你见过吗？蘑菇一族有着力大无穷的肌肉蘑菇、坚不可摧的岩石蘑菇，以及能贯穿一切防御的钢铁蘑菇，而我却只是一个弱鸡，并且在数小时前我还被人一刀切成了2半。但在一阵神秘的号角声中，我又神奇地复活了过来。刚醒的我就看见一直陪伴我的猪猪竟倒地不起。就在我准备含泪吃下烤乳猪时，没想到它竟闻到了我身上散发的孢子气息，又活了过来。还没等我俩叙旧，神秘的号角声竟再次响起，随即我的意识就开始模糊，然后就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，开始不由自主地朝声源处走去。幸好猪猪及时咬住我的菇头，令我的神智恢复了清醒。就在我不知所措之时，号角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我竟突破了速度极限，飞速跑向了声源处。而此时声源这边正发生着一场大战，只见蘑菇一族正与人类展开激烈的厮杀，但这些和我一样的普通蘑菇只能充当炮灰，因此他们的战术就是菇海战术。不过人类这边也不是什么善茬，突然一双富有寒气的双手缓缓伸出，下一秒这些普通蘑菇就被冻成了冰块，无法动弹。施展冰冻魔法的正是眼前这个蓝毛，不过还没等他嚣张，钢铁蘑菇就直接使用电钻朝他攻去。蓝毛见状赶忙发动寒冰墙抵挡，但这可是号称能贯穿世间一切物品的钻头，果然没一会冰墙就被钻透，而蓝毛也被击中领了盒饭。随后蓝毛的师兄见状瞬间暴怒，抬手就施展火之矛朝钢铁蘑菇攻去，直接就干掉一只钢铁菇。紧接着双方就开启了一场混战。3小时后，蘑菇这边逐渐落入下风，于是人类抓住时机就朝着蘑菇领地内部冲去。但那个神秘的号角竟再次响起，而那些战死的蘑菇们在号角的作用下竟全部复活。同时蘑菇这边也派出了力大无穷的肌肉蘑菇用来扭转局势，但光头人类并不想给他出手的机会，直接就使用了自己的最强法术陨石火球。下一秒火球径直朝着肌肉蘑菇攻去，不料却被蘑菇法师轻松化解。紧接着蘑菇一族就开始全面反攻，因此蘑菇这边士气大涨。而真真蘑菇为了胜利竟甘愿奉献自己的头发，得到头发的普通蘑菇不仅瞬间长出手脚，就连战力也翻了好几番。下一秒在有了不死 buff 的加持下，蘑菇们开始疯狂进攻，但狡诈的人类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。只见红发女孩操控自己召唤的刺菇潜伏到蘑菇王的身边，然后瞅准时机就将号角一击撞碎。紧接着蘑菇4将军就赶紧上前护驾，只见泡芙将军手持双枪轻松击杀刺菇，而蘑菇大叔3刀便解决了想要攻击蘑菇王的蜥蜴。下一秒蘑菇王捡起死掉的刺菇，然后就用双手将它吸收，随即便怒吼一声全军出击，蘑菇们瞬间发起了总攻。而我此时正在赶往战场的路上，但这种级别的战斗我根本就插不上手，只能在一旁猥琐观看。只见在蘑菇之王的带领下，人类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。就在人类想要跪地求饶的时候，空中突然落下几位高级强者，其中的蓝发女人落地之后就直接施展强制传送。下一秒，所有和蘑菇战斗的人类全部都被泡泡包裹，然后通过法阵回到了营地治疗。此刻战场上只剩5名人类强者和成千上万的蘑菇。随后黄毛战士竟说到5分钟内解决战斗，然后就手持宝剑在此宣判。下一秒，一道强劲的剑气就将面前的蘑菇无差别腰斩，而忍者也不甘示弱，直接施展影分身之术，幻化了无数飞镖朝蘑菇攻去。蘑菇法师见状赶紧施法抵挡，但却被一枪爆头。
炮台蘑菇见此情景，赶忙配合炸弹菇向人类攻去，要不一会没出手就被送走，多少有点憋屈。人类枪手见状不慌不忙地从腰中掏出散弹填充，一枪便解决了大量炮台蘑菇。见到同胞大量阵亡，愤怒的蘑菇开始一起冲向人类。然而红发少女只是轻轻打开自己的背包，下一秒背包内竟伸出一只巨大的黑爪向蘑菇抓去，而那些弱小的蘑菇根本无力招架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只是片刻间，战场上的蘑菇就被清扫一空，这不就是高级玩家来刷低级副本吗？很快，在5名人类强者的联合攻击下，蘑菇一族就全部阵亡。紧接着，他们就各自释放绝招，准备击杀蘑菇王。下一秒，3股强大的力量就融到一起，朝着蘑菇王攻去。然而，在一声爆炸过后，钻石蘑菇赫然出现，人类的攻击也被他尽数挡下。紧接着，蘑菇一族的4大将军也同时赶到战场，但人类这边还在惬意地讨论着晚餐该吃什么。下一秒，钻石蘑菇直接摘下墨镜，顿时他的双眼就发出强烈的光芒，并向着人类射去。而黄毛战士却只是简单的开启剑盾防御，但很快他就要为自己的傲慢买单。只见所有被光芒照射过的物品竟全部化为钻石。3分钟后，钻石蘑菇重新带回墨镜，而黄毛战士的双手也被钻石同化，任凭他使用各种药剂也无法恢复。这时蓝发女人却说她有办法治疗，只见她背生双翼，随即就施展天使之吻，然后战士的双手就开始复原。3息过后，他便恢复如初。蘑菇见状，直接一发子弹就朝着奶妈射去，不料却被战士轻松挡下。不过人类并没有发现蘑菇的踪影，于是忍者立马施展元素视野，在发现蘑菇位置后立即摆出了防御阵型，但蘑菇直接抓住空中破绽，一击便打破了他们的阵型，然后准备逐个击破。忍者在落地之后就开始四处寻找蘑菇踪迹，不过蘑菇大叔并没有选择偷袭，而是直接硬刚。在一阵刀光剑影之后，忍者全身都被割伤，但在奶妈的治疗下，他竟瞬间痊愈。大叔见状，直接绕过忍者，挥刀就朝奶妈砍去。忍者也立马朝大叔射出2发飞镖，于是2人便再次缠斗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人类枪手竟已经偷偷瞄准大叔。就在开枪之际，泡芙蘑菇凭空出现，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将他开枪射杀。不料下一秒，那具尸体竟开始慢慢消散。就在泡芙蘑菇愣神之际，突然身后有3发子弹快速朝他射来。只见泡芙蘑菇快速闪避，并瞬间做出回击。不料那人类射手竟不讲武德地拿出加特林开始扫射。而此时的黄毛战士这边同样不讲武德，在叠加了奶妈的所有 buff 下，他才敢向钻石蘑菇攻去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终生难忘。你知道蘑菇之王的实力有多强吗？仅仅是一个随意的手势，就将人类强者的全力一击轻松化解，而且那还是在全 buff 加持下的全力一击。不仅是蘑菇之王的实力恐怖如斯，就连他手下的4大将军也都拥有无上神通。只见4将军之一的蘑菇大叔已经和忍者连续对招96000次，但全都是以忍者失败告终。不过忍者却仗着有奶妈给他无限回复，开始肆意妄为。可蘑菇大叔并不想和他玩下去，直接一个十字斩穿过忍者身体。就在忍者还想依靠奶妈的辅助硬撑过去时，奶妈突然一口老血喷出，下一秒忍者胸口鲜血四溅，然后就应声倒地，开始了一辈子的躺平。而另一边的人类枪手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，就在他疯狂使用加特林朝着泡芙蘑菇扫射之时，却没注意自己脚下已经冒出了许多相机蘑菇。随着快门按下，一阵强光瞬间闪瞎了枪手的双眼，但枪手还想依靠听觉来辨别泡芙蘑菇的位置。然而地下又突然长出了音响蘑菇，随着刺耳的声音响起，射手的双耳也暂时失聪。紧接着生长蘑菇和炸药蘑菇也开始教他做人。就在枪手想起身反抗之时，又被沾蘑菇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最后泡芙蘑菇前来补刀，一声枪响过后，射手也开始了一辈子的躺平。但僧帽蘑菇这边的战况却不容乐观，只见他直接从地底召唤出一个巨型生物，紧接着一团毒液就径直朝着红发女孩喷去。而那个女孩却是不慌不忙地召唤出自己的守护兽小灰灰，下一秒小灰灰就将毒液全部吞下，然后一拳就将僧帽蘑菇击倒在地。黄毛战士见状连忙上去补刀，不过却被蘑菇之王轻松格挡。见来者是蘑菇王，黄毛战士便不再留手，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最大底牌。下一秒他的身躯开始暴涨，力量也呈几何倍的增加，但这依旧对蘑菇之王不起任何作用。抬手一击就把黄毛轰飞，然后他就口吐鲜血，丧失了战斗能力。就在蘑菇之王要终结黄毛时，战场上却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下一秒蘑菇王举剑就朝着黄毛刺去，黄毛立刻举剑抵挡，但却直接被蘑菇王一剑刺穿，而且还被斩下了一条手臂。紧接着黄毛就倒在了蘑菇王的面前。女孩见到黄毛战死，立马就解开了书包的封印，准备释放小灰灰。老蘑菇见此情景，直接开始蓄力施法，准备打断女孩解开封印。随即一个巨大的能量球就向女孩攻去，但在一声爆炸之后，一人一狼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老蘑菇见状瞬间呆住，然后竟开始不自量力的近身肉搏，结果就被小灰灰一掌扇飞。随后小灰灰就优雅的向女孩行了一个礼，然后瞬间移动到蘑菇王的侧方，一脚就将他踹入地下。紧接着狂暴的力量竟使地面2次炸裂，随后小灰灰就仰天长啸，仿佛
佛在宣告自己才是这片土地唯一的王。为了宣告愤怒，小灰灰再次朝着地面猛烈锤击。下一秒，蘑菇王的手下再也坐不住，直接闪身到小灰灰的身后开始攻击。但这种程度的攻击就像在给他挠痒一样。随后，小灰灰兴奋地说道：“要抓他们回去做小鸡炖蘑菇吃。”说完，泡芙蘑菇就被击中。然后小灰灰又瞬间闪身到蘑菇大叔背后，挥拳就向大叔打去。同时，大叔也使用十字斩抵挡攻击。就在两股力量碰撞的瞬间，两人同时后退。紧接着，蘑菇大叔就疲软跪地，但小灰灰也被大叔伤到了手背。随后，老蘑菇就开启精神探测技能。下一秒，四周都被诡异的紫色笼罩，就连小灰灰也被笼罩在内。然后，老蘑菇开启感知共享，只要敌人在老蘑菇半径50米的精神圈内，都可以通过精神力来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。可小灰灰却一脸不屑，只见他的身影开始恍惚，然后就凭空消失。什么情况？这一状况不由得让众菇再次精神紧绷。然后无数的黑影就将蘑菇们团团围住，紧接着肉质较柴的老蘑菇就被狼王一拳轰飞，剩下的2个中年蘑菇就成了狼王的食材目标。就在狼王出手抓菇之时，却遭到了2个蘑菇的顽强抵抗。而在一旁看戏的我却突然被系统打断，然后系统就发布任务让我消灭魔王使徒。开什么玩笑，让我找魔王使徒，那不是等于肉包子打狗吗？有啥任务等我看完再讲。此刻战场上的狼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到小鸡炖蘑菇，直接一拳就将2菇干倒在地。但我突然发现在蘑菇的上方凭空出现了一个黑影，但是他们怎么好像根本没看到一样？难道这就是系统所说的魔王使徒吗？我直接发动鉴定技能，可系统竟显示错误。就在我思索错误是什么意思时，那个黑影竟抬头向我看了过来，下一秒他竟直接出现在我面前。卧槽，什么鬼呀？为什么猪猪没有一点反应啊？随后黑影竟变化出一把刀朝我缓缓刺来，我灵机一动，赶紧装起了蘑菇，然后就顺势一躺朝着森林深处滚去。可没想到那头笨猪见我在打滚，竟直接把我拦住，然后一脚给我踢到了黑影身边。此刻我的内心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，不料那团黑影竟自己转过身去，随后就掏出一个铃铛开始晃动。下一秒天空突然阴沉起来，而那个狼王为了吃到美食还在和蘑菇火拼。只见泡芙蘑菇揪下自己的秀发当做子弹朝着狼王射去，但却被狼王的一口仙气吹散。紧接着如狂风暴雨般密集的拳头就向2菇轰去。就在他们以为自己死定的时候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只见蘑菇王赫然挡在了他们身前，硬生生用自己的肉体帮他们扛下了攻击。而狼王见状竟然再次挥拳击打蘑菇王，但蘑菇王为了掩护部下只能硬扛。紧接着蘑菇王一声咆哮过后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，因为此刻的蘑菇王已经接受了魔王的力量。但狼王也很快意识到不对劲，当即就蓄力一拳向着蘑菇王轰去。一声爆炸之后，蘑菇王并没有消失，反而他身上的魔力气息越发的强烈。烟雾散去，原本软萌可爱的蘑菇王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满邪恶气息的魔物。下一秒，蘑菇王竟把触手伸向自己的部下，紧接着老蘑菇就被吸收殆尽。在吸收了自己部下的力量后，蘑菇王直接转身走向狼王。狼王看着这个充满海克斯之力的蘑菇，顿时被吓得亚麻呆住，但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瞬间就闪现到蘑菇王的背后，然后双手合十，对着蘑菇王的屁股就使出了祖传绝技千年杀。可蘑菇王只是一个屁就把狼王迷得晕头转向，被屁熏得受不了的狼王直接一个后跳撤出迷雾范围，但下一秒他的右手就长出了无数蘑菇，只见他当机立断一口就咬下自己的老婆，送给了蘑菇王。可紧接着他的整条右臂都被寄生，于是他又将右臂斩断，但仍然不起任何作用。随着自己全身都被蘑菇寄生，狼王赶忙踉踉跄跄地跑向自己的主人。终于他成功回到了书包之中，那里有足够的魔力可以抵御寄生。但下一秒书包开始狂躁不安，紧接着一声爆炸响起，一代枭雄小灰灰当场饮恨西北，小女孩也因为伤心过度直接昏迷过去。而这时奶妈竟妄想用泡泡带走众人，蘑菇王见状直接使用触手冲了过去，就在即将触碰到的瞬间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只见一团烈火将触手焚烧殆尽。下一秒，一个红衣男人开口说道：“目的已经达成了，你先带他们回船上去吧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”紧接着蘑菇王就使出一招包子吐息，可这连男人的保护罩都突破不了，于是蘑菇王转身就把目标对准了钻石蘑菇。只见钻石蘑菇一脸懵逼，然后就被蘑菇王当成砖头丢向了男人。可男人却是一脸不屑，抬手就召唤出一个火精灵，然后双指一弹就把精灵弹向钻石蘑菇。下一秒，火焰就将钻石蘑菇团团包裹。随着男人一声坟字脱口而出，蘑菇就被瞬间炼化，而且还爆出了2个 SSS 级的材料。此刻吃瓜的我满脸震惊，人家钻石蘑菇好端端的招谁惹谁了？然而不知何时，蘑菇王竟然悄悄来到了男人背后，紧接着他的肚子就张开一个血盆大口，瞬间就把男人吃了进去。然后蘑菇王就帅气落地，准备深藏功与名。不料还没走2步，自己的身体就开始冒起了泡泡。蘑菇王本想强行压制，可这泡泡竟越来越大。下一秒，他的身躯瞬间爆炸，而那个男人也从中走了出来，还得到了蘑菇王的王冠。随后他就带着宝物一跃而起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临走前竟然释放陨石火球清理场地。卧槽，讲卫生也不是这样讲的吧？我赶快叫醒猪猪逃跑，不料下一秒就被陨石炸飞，差点变成了烤蘑菇。看着满天的陨石，我不禁感慨道：这下彻底完犊子了。然而下一秒，猪猪就叼起我的菇头，强行把我按倒在地。
紧接着他就开始刨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和猪猪从山顶滚下，随着一声石头碎裂，我俩成功破壳而出。然而下一秒，系统却突然提示任务完成。紧接着，我和猪猪就成功升级，获得了新生。看着满目疮痍的蘑菇领地，我瞬间失去了孤生目标。那个人类勇者只是轻轻挥手就把整个蘑菇领地给整没了，而我的最终进化体也就是蘑菇王了。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时系统突然发布任务，但我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做任务了，因为我是一朵要成为蘑菇勇者的蘑菇。然后我就发誓不做系统派送的任务，而是开始骑猪四处寻找变强的方法。但这系统一直警告，吵得我心烦意乱，我只好哄骗他说不转职了，然后让他打开地图查看还有多久可以到达新手村。在得知还有半天的路程之后，我直接骑着猪猪火速前往。而此时击杀蘑菇王的红衣男人也回到了工会之中。紧接着红衣男人走进大厅，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个绿发少年。随后红衣男人把得到的蘑菇皇冠交给了他，同时开口说道：“我要的东西呢？”听到此话的少年立刻从兜里掏出一瓶蓝色药剂，然后就甩给了红衣男人。紧接着绿发少年就准备带着皇冠离开，但红衣却突然转身问了句：“蘑菇领地的王会魔化，你一早就知道了吧？”听闻绿发少年脸上瞬间阴沉起来，紧接着就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说道：“什么魔王化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红衣男人听到后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径直朝外面走去。出门后他就把药剂交给了蓝发女人。原来他屠杀蘑菇一族只是为了帮蓝发女人解除体内的毒素。与此同时，绿发少年正手持皇冠快步朝密室走去。经过一段楼梯18弯之后，他终于来到了密室的最深处，封印着魔王心脏的祭坛。只见他把皇冠丢入岩浆之中，下一秒皇冠开始融化，同时也缓缓升起一道能量，紧接着就填补了一块魔王封印。见状，绿发少年瞬间高举双手说道：“猫妖王的眼珠好了，蘑菇王的皇冠好了，现在只差一步，献上所爱之人的心脏，然后魔王的力量就能为我所用了。”而另一边的我还在悠哉的骑猪赶路。经过2天的奔波，虽然途中遇到了不少厉害的魔物，但好在都有一定实力了，打不过也躲得起。但那个狗系统自从我不做任务以后，就再也不出现跟我唠嗑了。不过好在系统的基础任务还是可以用的。原本我还想在那场大战后捡点漏啥的，但那个红衣男人一把火就把全部东西都烧没了，只剩下一个烧不烂的狼皮，而且那个狼皮还魔法免疫，无法用屁股吸收。尼玛，这不公平！我要抗议！我肯定是史上最叛逆的蘑菇，因为我不仅决定要用屁股吃饭，而且还拒绝了系统任务，开始了自己单干。于是为了做大做强，我决定重回新手村刷怪升级。可我的猪猪却在半路晕倒了，我连忙打开系统鉴定猪猪的情况，但系统却显示一切正常。于是我连忙催促猪猪说：“一路上我都有给你喝药水补充体力的，别偷懒了。”不料下一秒他竟发疯似的开始一路狂奔，这就对了，猪猪乖，再坚持一下就好了。终于在3天的长途跋涉之后，我来到了新手村附近。于是我赶紧掏出回程卷轴开始传送，可系统却突然提示魔物不能使用卷轴，而且还顺势向我推荐他的任务。我连忙拒绝，大胆系统休要坏我道心，反正都快到了，我也不着急。想到马上就可以灭曾经欺负我的熊孩子，我就满脸兴奋。紧接着我来到了新手村传送门前，然后我就当起了福德姑。3分钟后，成群的经验值从门里跑了出来，然后那群熊孩子就开始虐杀蜗牛。看着他们残忍的手段，我再也忍不了了，直接释放孢子迷雾遮挡他们视线，然后逐个击破。解决完杂兵之后，我抬头看向刚才手段最残忍的3人，本蘑菇乃蜗牛的正义之友，你们仨刚才很厉害是不是？然后我一击将他们抬走，成功获得200经验。可我竟然还没有升级，看来是低级新手勇者经验值太少了。不过好在他们数量极多，于是接下来我又击杀了3批勇者，成为了新手村的魔王。深夜我看猪猪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就掏出一瓶红药水给他，可他却是扭头拒绝。然后我再次打开系统查看，发现并没有掉血，就是活力值有点低。我连忙上前安慰，让他赶紧睡觉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猪猪半夜睡醒，竟然把我看成了烤蘑菇，而且还咬了一口。第2天我再次蹲守在传送门前，不过这次出来的却是3个大汉。通过鉴定，我发现他们几人的等级分别为17、17、23，而我只有18级，猪猪是17级。虽然有点棘手，但是本着富贵险中求的原则，我还是决定逐个击破。紧接着我告诉猪猪听我指挥，随着孢子喷发，我快速解决掉一群杂鱼。然而猪猪却不知为何倒地不起。蓝毛见状就想上前补刀，我直接一个大逼都将他顶飞，然后大声说道：“猪猪，要认真起来了。”可他却没有反应。然而此刻为首的黄毛竟不讲武德的掏出一瓶禁药喝了下去，然后他的等级就迅速飙升到了38级。卧槽，不带这么玩的！没办法，我只能喊上猪猪慌忙逃跑。可随着黄毛一斧劈下，周围瞬间升起6堵墙，把我和猪猪团团围住。就在黄毛准备动手杀菇的时候，猪猪却站了起来，紧接着就传来黄毛痛苦的哀嚎。下一秒，一声爆炸过后，黄毛瘫倒在地，然后猪猪一蹄子就将他抬走。同时我和猪猪也连升2级。我操，猪猪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就在我准备上前查看情况的时候，不料猪猪竟猛地回头，还盯着我直流口水。我顿时被吓得亚麻呆住了。我赶紧打开系统查看原因，原来是猪猪饿了，而且现在还把我当成了食物。我赶紧逃跑，这要是挨上一下就完蛋了。之前赶路一直以为有药水就够了，所以就没去收集水果。
现在找也来不及啊，除非天上能掉下来一堆吃的。然而下一秒我面前竟真的出现一堆苹果，什么情况？不过现在我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只能先让猪猪恢复理智。随后猪猪就一头扎进苹果之中。3分钟后，猪猪出现并恢复理智。于是接下来我准备和猪猪进军人类世界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一直有一个野猪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，而且还帮我们解决了40级的剑战将。终于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迈进了通往人类世界的大门。此时此刻进入新手村对我来说，就好比大力士走进幼儿园，必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然而就当我刚冒出菇头，就撞到了一个东西。只见传送门前围着许多栅栏，同时上面也贴着许多通告。于是我用脸撕下一张查看，没想到竟是我和猪猪的危险通知。不过令我震惊的却是，异世界居然也是用中文的。看着车水马龙的城市，我竟然有一种村姑进城的自卑感。然而下一秒，天空中却突然出现一只巨鸟，并且开始袭击人类。结果它刚落地就被人类守卫一剑送走，而且那个守卫的等级还是不详。卧槽，这让我怎么活呀？虽然是意料之内没那么简单，但这也太难了吧。然而就在我转头看到猪猪的瞬间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。紧接着一个王者小兵凭空出世，这是由我穿上神秘的法师袍伪装，然后再利用猪猪对水果的敏感追踪来行动。本姑简直就是天才啊！然而下一秒，看守城门的士兵却突然叫住我俩，难道这就被发现了吗？不过好在守卫只是提醒我进城不要放屁。紧接着我来到城中，看到这繁华的景象，不禁感慨道：虽然玩游戏的时候见过，但真的身临其境，感觉还是非常震撼。然后我骑着猪猪准备先找一个能放屁的地方，可是下一秒我就被围观的人群吸引，于是我混到人群之中，了解到原来他们是在看告示，上面写着村长的转职任务。难道说找到村长完成任务就可以转变成人了吗？于是我赶快让猪猪掉头去找村长，不料下一秒竟被绊倒，然后连猪带菇一起摔了出去。这下完了，身份暴露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可街上的人类好像并没有注意我们，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个树精正跟在人类的屁股后面，我一脸蒙圈，为什么没有抓我们？而且这里还到处都是魔物，该不会是人类都把魔物当宠物养了吧？这样的话就好办了。于是我和猪猪就悄悄跟在了喷火壁虎和蒜头蛤蟆的身后。紧接着通过站牌我知道了村长家的位置，然后我就赶紧叫上猪猪偷偷溜走。结果途中又遇到了一个癞蛤蟆和小火蛇，我直接故技重施，再次跟上了他们的队伍，并且还从他们口中得知村长家确实可以转职，我顿时一脸兴奋。紧接着我和猪猪再次伪装成人类混在了人群之中，看着这位快打了的老人，我顿时觉得混进去简直是易如反掌。然而下一秒他竟单独指向了我，难道我被发现了？不料他竟开口说道：屋子里禁止饮食，你手中的苹果不能带进去。无奈我只好将苹果交到他的手中。猪猪见状瞬间就变得暴躁不安，我只好揪着他耳朵让他冷静一点。终于在我和猪猪的完美配合下，成功来到了村长家中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棵硕大的神树，看来村长那么虚也是有原因的。紧接着村长便让众人向神树献出自己的贡品用于转职。就在众人供奉完成之后，村长竟指着我让我供奉。完了，我没准备材料啊！面对村长的步步紧逼，我只好开口说道：可以使用更高级的材料代替吗？可村长却是一口回绝。我连忙拉着猪猪往后撤退，不料系统却突然弹出，即将开启新的任务。卧槽，你现在出来干嘛？我可没空理你。然而村长此时也听出了我是魔物伪装，随即挥棍就朝我攻来。然而下一秒金光一闪，我和猪猪就掉落到了系统的惩罚空间。这个蘑菇为了摆脱被马里奥吃掉的命运，竟然潜伏到了转职圣地，想要进化成人。然而就在我即将成功之际，系统却突然弹出，搅和了我的好事。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我和猪猪就掉到了系统的惩罚空间。由于我多次拒绝系统任务，所以现在惩罚我1小时内跳1万级台阶，而且任务失败就会死亡。卧槽，系统你是人吗？没办法，我只能抓紧时间往上跳。可我没想到猪猪却因恐高止步不前，于是我只能折回，然后背上猪猪开始付诸前行。终于在我磕了无数瓶药以后，成功来到了第9999个台阶，同时时间也只剩下2分钟。紧接着我背上猪猪开始蓄力一跳，可没想到这最后一级比之前的距离都远，导致我失败摔下。然后我又经过几次尝试，也都没能跨过这最后一级的鸿沟。看着所剩无几的时间，我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随后我抛下了猪猪向上跳去，果然这次没有负重的我成功登顶。随即我就开口问系统，惩罚的对象是我，猪猪应该不会受到惩罚吧？然而系统的回应却是残酷的死亡。看着猪猪渴望的表情，以及不到1分钟的时间和近在咫尺的出口，我毅然决然的纵身一跃，选择了拯救猪猪。可猪猪此时竟还想让我独自逃跑，够了，我是绝对不会抛下你的，要走就一起走。然后我再次背上猪猪向着出口跳跃，可那巨大的鸿沟我依旧无法跨过。就在我们向下坠落之时，我突然想起系统提示可以多次使用技能，于是我连忙释放孢子喷发，并且连续释放。终于我成功领悟蘑菇喷射技能，同时也在计时关闭的最后一刻成功完成任务。逃出系统之后，我发现在惩罚空间里面才过了1小时，没想到外面已经到了深夜。不过这也正好让我避开了所有人类，可以安心进化了。随即我就叫上猪猪去办正事，然而他却是满眼着迷，而且还把我看成了一个盛世美姑。紧接着我看向坛子里的蜗牛壳，
看来那些就是转职的必需品了。随后我就将所有的贡品都集中到一个坛子之中，就这分量让我进化成人还是简简单单的吧。然后我就跪地开始虔诚祈祷，尊敬的神树女神啊，请让我进化成人吧。可等了一会却毫无反应，难道是我不够诚心吗？于是我再次跪拜，同时也喊出各路妖魔鬼怪的咒语，可依旧没有反应。与此同时，狗系统竟出现嘲讽我魔物是不可能进化成人的，我不甘心，随即大喊让系统闭嘴。然而此时猪猪在一旁误食了绿色能量，竟然发生了升级。于是我和猪猪开始疯狂吸收，可半小时后我累到趴下也没有什么突破，于是我决定要玩就玩大的。下一秒我直接跳到了神树头顶，然后我就使用屁股分解技能开始吸收，紧接着一股能量瞬间就涌入了我的身体，同时我身体的各项属性也在不断提升，但这股强大的能量也即将要撑爆我的屁股。突然系统提示大量非正常经验进入身体可能会引起变异，我直接选择继续吸收，不管变异成什么也比一个蘑菇强啊。紧接着神树的全部能量都开始朝我汇聚，然后它的枝叶也开始变得干枯。下一秒系统再次发出警告，现在已经达到特定条件可以选择任意一种蘑菇形态进化，但我依旧选择继续吸收。3分钟后神树的面容开始枯老，身体也变得干瘪，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我成功榨干了神树的全部能量。下一步就是要把分解出来的能量全部吸收，不过这也太多了吧，一定要憋住啊！不料紧收的菊花竟开始逐渐绽放，而我此时正在拼尽全力死守关卡，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挡住菊花的盛开。紧接着我体内的能量就化成彩虹喷涌而出，而我也成为了夜空中最闪耀的存在。然后四散的能量就在屋内四处反弹，不料下一秒竟击中了猪猪，而负责看管神树的村长也察觉到了一丝动静，但他只是翻了个身又接着睡了过去。终于在屋内四处反弹的能量汇聚到了一起，然后就冲出房间，化作流星四散而去。紧接着世界各地的生物都同时见证了从我体内喷出的流星，甚至连王者之地的妖怪也被这股能量惊醒。这一夜，流星的尾巴就宛如新的命运丝线一般划过了这个勇者大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程序员最爱的乱码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系统就让我选择是否转职成为蘑菇勇者。我直接伸手选择确认，下一秒我就感觉我的双手有点不太一样，然后我就通过系统反光看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。我赶紧使用双手反复触摸脸庞，3秒钟后我确认我成功进化成人，随即我就低头确认性别。好在我的兄弟也回来了，我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。而且我的猪猪也因被神树能量击中，也进化成了人类，但他此时却全然不知，竟直接朝我施展了野蛮冲撞。见状，我立马使用贤者思考，绝对不能对猪猪产生任何邪念。下一秒，门口就传出其他人类的声音，我赶紧从系统里掏出2件法袍穿上，紧接着就准备施展孢子喷雾，然后趁乱逃走。不过这里场地这么开阔，肯定需要释放超大量的孢子才行，得憋足劲，一次爆发。然而下一秒我却只放出了一个屁，什么鬼？我的技能呢？我立马喊出系统查看情况，结果他却告诉我让我重新适应身体，然后就可以再次释放，而且还顺势给我推荐了他的任务。特么，一天天就知道让我做任务，现在外面的人都要进来了，还做个毛线任务啊！下一秒系统却自顾自的让我取一个名字，我瞬间发飙，别人的系统都是不断开挂变强，而你却还在给我讲新手指引。然而系统一句我没氪金，彻底让我哑口无言。算了，好事多磨还是靠自己实际点。随即我就输入多磨，然后开始翻找道具，终于我翻出了一个回程卷轴。之前我是魔物的时候用不了，现在成人了总可以用了吧？没时间多想了，我直接开始使用。随后脚底就生出一个巨大的魔法阵，紧接着我和猪猪就在村长的惊愕之中成功逃离事故现场。此刻村长见状竟还在强装镇定，可就在他抬头的瞬间就被吓得亚麻呆住。只见先前年轻美丽的神木女神已经赫然变成了一个老奶奶，而这一切都是出自我屁股的杰作。此刻我和猪猪也被传送到了主城之中。就在我思考接下来该怎么行动时，我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。我低头一看，卧槽，猪猪竟在满地打滚。我赶紧拉起他就朝服装店走去。买完装备之后，之前存的几百金币也快花完了，而猪猪此时竟拉着我给他买零食吃。无奈我只能照搬。夜晚我和猪猪来到一家旅馆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吃完就睡，而我却还在苦逼的和系统讨价还价。突然我发现系统中竟多出了一个神木的树枝，但它只有攻击力+1，这也太废了吧！我直接打开系统查看自身面板，然而系统却显示我现在58级。卧槽，升了这么多级，我为什么没有一点感觉啊？下一秒我就使用鉴定查看猪猪的等级，在看到他47级以后，我一阵狂喜，可紧接着我的头就突然发生剧烈疼痛。系统解释人类身体里的魔力没有魔物充足，而且一旦用完还会死亡。听闻我瞬间就不想当人了，还是蘑菇好啊！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宾馆外面竟有一只蜗牛偷偷盯上了我。只见一个醉酒的壮汉正在外面发牢骚，然后他突然就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，紧接着他就看到一只被毒液包裹的蜗牛正在盯着他。
随后他就暴怒一脚朝着蜗牛踢去，但却反被蜗牛缠住了身体，然后自己就在蜗牛的蚕食下饮恨西北。下一秒，蜗牛就通过门缝进入到了我房间里面。原来他是被守护神树的村长所操控的傀儡。就在他想对我下手之时，一束阳光突然洒进屋内，紧接着被阳光照射后的蜗牛就化作齑粉消失在了空气之中。而此时睡梦中的我竟梦到猪猪变成了村长，我直接瞬间清醒。好在它只是一个梦。平复心情之后，我就准备和猪猪开启了身为人类的勇者之旅。然而这个不靠谱的系统竟让我做了一上午的新手指引。就在我思考下一步行动之时，系统却突然发出危险警告。我立马让猪猪做好战斗准备，可他却是首先护紧自己手中的苹果。随着鉴定技能启动，一大一小两个枯木怪赫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不过这种等级的怪物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，但还没等我出手，猪猪就率先出击，一斧就将小怪劈成2半。看来猪猪变得越来越可靠了。而此时另一个树桩还想偷袭，我直接使用蘑菇顶瞬移到他面前，然后一招将他斩成2半。但紧接着就又来一批树桩，这样杀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杀完。不过还好他们是木头做的。下一秒我直接手搓孢子喷发朝着树桩放去，紧接着他们身上就开始寄生出无数的小蘑菇。3分钟后他们就全部倒在了我的蘑菇群下。而此时的猪猪那边也成功解决一批树桩。我刚准备喊猪猪收工回家吃饭，但系统竟又发出了危险警告。只见猪猪身后突然窜出一个巨树，紧接着那些死亡的树桩竟然融合在了一起。不是吧？难道那些枯木怪还有死亡属性？可他们的血量值明明已经全部清零了呀！随后在经过离谱的融合后，他们竟然进化成了60级的木妖王。而猪猪见状竟直接举起斧头劈了上去，我赶紧让他别乱来，但为时已晚。猪猪的斧头在接触到树妖的瞬间就变成了碎片，而猪猪自己也被树妖捆了起来。我赶忙拔剑将枯枝斩断，然后顺势给猪猪来了一个帅气的公主抱。可紧接着我的宝剑就4分5裂，我也因脱力将猪猪摔了下来，但猪猪却是直接起身将我搂在怀中。不过还没等我享受2分钟，系统就再次发出警告。只见树妖吸收了猪猪苹果的养分，竟赫然变成了树人形态。不料猪猪在见到自己的苹果被树妖吸收之后，竟直接丧失理智冲向了他。结果下一秒猪猪就被树妖击倒在地。原本我以为可以利用人类身体的优势来弥补微弱的等级差，但没想到这树妖王的实力居然这么强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使出最后的底牌属性克制了。随即我就蓄力一发孢子朝树妖王喷了过去，紧接着树妖王的身体就被我的孢子团团包裹，然后他的身体上就开始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蘑菇。本以为这下应该稳了，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直接来了一招金蝉脱壳。我顿时一惊，还能这样玩吗？没办法了，只能正面迎战了。随即我就从系统中掏出神树身上的一根树枝，希望它能像柳神一样赐予我神力。紧接着我就手持一树枝冲向树妖王，施展了一顿辟邪剑法，可他竟是毫发无伤。我顿时人都麻了，你还真是一点伤害没有啊！不料下一秒那树妖的背部竟开始发生异响，然后就从背后重新生长出了2条胳膊。卧槽，你是哪吒吗？还带完3头6臂的呀！只见那树妖双手合十，瞬间就朝我攻了过来。我想跳开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紧接着我就重重挨上了一击，这一击让我瞬间口吐鲜血。不料此时昏倒的猪猪竟猛然惊醒过来，然后他就咬紧牙关，快速起身朝树妖冲了过去。见状我连忙阻止，但此时猪猪却是一跃而起，全然顾不得我说什么了。紧接着猪猪就怒吼道：“不准欺负蘑菇！”同时蓄力，猪猪全猛地朝树妖轰了过去。树妖见状顿时一惊，连忙使用自己的4条胳膊来阻挡猪猪的进攻，但却被猪猪一拳从天灵盖轰到了脚底板。紧接着地上就爆发出了猪猪云，而在一旁的我早已被猪猪惊得说不出话来了。这猪猪也太强了吧！不料下一秒猪猪竟直接倒了下去，我连忙过去搀扶，就是猪猪太重，差点给我憋出内伤来。见猪猪昏迷不醒，我连忙轻声呼喊道：“猪猪快醒醒，你还好吧？”不料猪猪竟直接原地爆炸了。在烟雾散去以后，一只粉红小猪赫然出现在了我怀里。啊，什么情况？猪猪你怎么又变回去了？